2026年1月的北京红地毯，估计都快被踩出火星子了。乌拉圭的、芬兰的、加拿大的、韩国的、爱尔兰的各国专机排着队降落。1月28日，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落地了。更逗的是，那个曾经放话绝不跟那啥来往的阿根廷总统米莱，现在也正忙着整理西装，一脸真香地表示即将访华。这世界太乱了，大家都在找一种叫确定性的稀缺物资，而放眼全球能稳定供货的，好像也就剩这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本期内容我们一起看看那些最近访华的外国首脑。一走进人民大会堂，斯塔默连路都快不会走了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当场愣了神。时隔8年，英国首相再次获邀来华访问，对斯塔默来说，这绝对是他非常自豪的一件大事儿。出发之前，他就评论称，前几任首相不访华是错误的选择。这样的表述就是侧面夸赞自己带领英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。他深知访华的重要意义，因此对本次行程也充满了期待。但万万没想到，中方的接待还是出乎他的意料。据报道，在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后，斯塔默在中方的带领下受邀检阅中国仪仗队。在他的身边，中国仪仗队昂首肃立，十分雄壮，展现着中国军人的雄风。面对这样的迎接场面，斯塔默似乎有点出乎预料，完全不适应。一度走歪了路，还好经过中方的指引，他才重新走回到红毯上。即便如此，英国首相的步伐还是略显拘谨，看起来不太习惯。确实，中国军人所展现出来的英武之气是其他国家所没法比拟的。我们的军人不仅有严格的训练，而且有过人的素质、坚定的信仰、必胜的勇气，这些都是支撑其雄伟气质的底层逻辑。尤其是意志方面，是解放军强大的韧性和战斗力的关键保障。对斯塔默来说，恐怕在任何国家都没见过这样的军人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这样的迎接规格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在他上任之前，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，尽管有一定的回暖，但想要建立相对亲密的关系之前，难免需要一定的破冰工作。而中方这样的规格告诉他，即便双方有分歧，有曾经的嫌隙，我们也依然高度重视对英关系，愿意以极大的热情表达对他的欢迎，更是对中英合作的欢迎。正因如此，英国首相在看到如此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仪仗队时，才会有这样拘谨严肃的表现。其实，这就是斯塔默访华成果的缩影，那就是对中国刮目相看。访华期间，他也公开介绍了中方给他普及的一个成语典故，那就是盲人摸象。在中方的点拨下，斯塔默明白了，以往对中国的认知过于片面。这么多年来，西方国家就是以这样片面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，他们戴着美国安排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，所以只能看到中国的某种特定色彩，从而只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。当亲自踏足北京，感受到中国文化之后，不论是斯塔默还是卡尼，亦或是其他国家元首，都能感受到中国对朋友的热情，对和平的渴望，对贸易的开放。这是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中国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国仪仗队面前，斯塔默也看到了雄赳赳、气昂昂、具备极高素质的中国军人。去年的阅兵期间，他没有现场观摩，这一次算是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气质。西方国家以为他们可以用武力、用军队规模、用庞大的军费支出让中国屈服。看到中国军人之后，相信斯塔默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陈旧观念了。近些年来，已经有许多国家对中国有了改观，尤其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华之后，甚至开始直接反抗美国的霸权了。这些改变，相信英国首相都看在眼里了。他知道自己从中国离开后要做的改变实在太多了。复杂的思绪之下，他的注意力有所分散，在中国仪仗队面前走出拘谨的步伐就可以理解了。这就是中国的外交智慧和格局，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避免矛盾的升级，并始终致力于谋求两国关系的改善。说到底，中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、各国的合作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据报道，斯塔默本次访华还有望取得一个重要的成果，那就是争取两国之间的免签政策，为两国人民的往来提供更大的便利。这些年来，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旅游，这同样是我们向世界展示一个完整的中国的机会。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会更多的看到部分国家抹黑中国的信息，只有实地来到中国，他们才会看到真正的中国，不再被西方国家蒙骗。
可以说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力吸引外国人来到这里，打破西方国家的抹黑谎言，真正把大国风范展现在全世界面前。到那个时候，西方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就不会再这样拘谨了，而是会感受到一个和平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宾至如归的舒适感。现在的国际局势说好听点叫多极化演进，说难听点就是全员乱套。咱们来看一组扎心的数据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底的报告里提到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指数比前几年飙升了大约40%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不光是吵架了，而是动不动就要掀桌子，准备动手了。受这股乱糟糟的劲头影响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度掉到了 0.5% 的冰点。为啥大家这么慌？因为曾经那个自诩秩序守护者的美国，现在变得越来越情绪化，搞得大家人人自危。以前美国好歹还讲究个集体防御，盟友优先，现在的美国政策突出一个内顾和交易性。今天质疑北约靠不靠谱，明天给老盟友挥一棍子关税大棒，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行为，直接把全球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推到了顶点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，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政策环境难以捉摸已经变成了跨国企业在投资时最头疼的事情，没有之一。就在大家快要得焦虑症的时候，东方这边相对来说还真的稳的一批，经济增长常年维持在 5% 左右，外贸年度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。一带一路覆盖了大约150个国家，外资吸引力连续3年稳坐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的宝座。这种战略定力在乱世里简直就是自带光环。芬兰总理奥尔波说的比较客气，说中国是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。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就更实在了，直接感慨跟中国合作纯粹谈互利省心。确实，在这个动不动就得看脸色，听说交的时代，一个只管踏踏实实做生意的，不爱搞那些虚头巴脑政治条件的合作伙伴，简直是人间清泉。在这一波访华的热潮里，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出现特别有看头。要知道，上一个访华的英国首相还得追溯到2018年的特蕾莎·梅。这中间断掉的8年时间，英国过得那可是相当精彩纷呈。英国人脱欧之后，本来想搞个全球英国战略，结果发现离开欧洲后，自己在国际棋盘上尴尬的要命。英国人这几年在乌克兰危机里上下跳，想搞离岸制衡，结果发现现在的欧洲事务根本不是他这个老欧洲国家能说了算的，忙活了半天，实际利益基本没捞着，国内生产总值还被当年的殖民地印度给反超了，伦敦金融中心的招牌也被砸得叮当响。现实终于把这群人给抽醒了。2025年中英双边货物贸易额还在1037亿美元的高位挺着，服务贸易眼看也要破300亿美元，双向投资存量快到680亿美元了。斯塔默这次带着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过来，直接吐槽前几届政府不访华是严重的失职。这种现实主义转身其实是英国人的祖传技能。1950年他们是西方大国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，2015年又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。英国人的嗅觉极其灵敏，当发现跟着美国混没肉吃，甚至还要被美国当菜割的时候，他们转头就走得特别果断。斯塔默那句英国不会盲目跟风美国，一半是说给咱们听的客气话，另一半估计是真被美国伤透了心。这次来北京的队伍里，大家揣着的小算盘各不相同，简直能凑成一部搞钱百科全书。经济务实派的有加拿大和爱尔兰，主要盯着锂矿等关键矿产，想蹭中国新能源车的光；爱尔兰则想让中国电商平台带货。战略平衡派是法国、德国和韩国。德国人急着保住大众和宝马的饭碗，毕竟销量占比太高了。韩国人盯着半导体产能，法国想搞核能合作。危机应对派的代表是阿根廷。竞选时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上台后却发现农产品根本卖不出去，美国画的大饼又没兑现，只能赶紧改口风。别看这些国家平时在国际舞台上吵吵闹闹，但在生存问题面前，大家的智商都瞬间在线了。商务部2025年的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数据，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带动合作国就业超过8000万人。8000万人啊，这可不是某些大国开出的，带着一堆附加条件的空头支票。这是实打实的工作岗位。再看看世界银行的预警，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跌破 2%。在这种全村都要挨饿的背景下，中国这个仍保持强大增长韧性和消费潜力的巨大市场，已经从可选项目变成了保命项目。如果说大家来北京只是为了卖点矿、卖点车，那格局就小了。
现在的中国手里握着几张硬核底牌，让那些想搞锻炼的人不得不重新坐回谈判桌前。首先是制度型开放，负面清单一直在缩减，关税主动降低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玩得风生水起。其次是科技硬实力，芯片自给率上去了，C919大飞机开始运营，6G专利的深厚积累更是让竞争对手倍感压力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始终保持稳定，不瞎折腾。这种长远的战略定力，在如今这个近乎疯狂的世界里，简直散发着顶级的魅力。这一波访华热潮充分说明，所谓的冷战式阵营对抗，在如今深度交融、密不可分的全球经济格局面前，根本就是个哄小孩的玩笑话。当今世界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所有的全球性难题，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真正逼迫全世界去选边站队。即便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友，在面对自家老百姓的锅碗瓢盆时，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多买几份保险。这可不是靠什么公关手段，这是综合国力、市场胃口和那种务实不搞事的合作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。这波大国领袖排队访华，其实是国际政治的一场大型祛魅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谁能提供价值，谁能让人安心赚钱，谁就是中心。东方之所以能成为这个确定性供给者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魔法，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不折腾和真诚搞发展。而大洋对岸的灯塔，也许永远都学不会这个道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